好。这个人您认识吗？我前夫。楠楠，之言就是被她前夫绑架的。朱妈，还不快说实话！你和你前夫到底在算计什么？老太太，我说，我家孩子生了病，我前夫是个烂赌鬼，拿走了孩子的救命钱去赌，没想到他又赌输了。追债的人到家门口威胁说，如果还不上钱，就伤害我儿子。都是债主逼我的，电话也是打给他们的，我也没办法呀。没办法，就伤害我的孩子啊！如果是要钱，为什么要拍我裸照啊？说，到底是谁指使的你？还真没人指使我，具体发生什么，我也没在现场，我还真不清楚啊。朱妈，如果你不老实把事情说清楚，那下半生就只能在牢里度过了。您的孩子怎么办？即便是有人照顾，也不可能是全心全意。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那这样来说，他又跟孤儿有什么区别呢？您觉得值吗？芝芝说的对，你为孩子好好考虑一下。既然朱妈都已经交代了，事情也已经清楚了。老公，那咱们就报警吧，交给警察处理。阿姨，您急什么呀？朱妈还没说完呢。好啊，朱妈，你接着说。先生，太太，我们都是为了钱才看的，没有人指使，辜负了你们，我认了。叮嘱朱妈，如果事情暴露，她必须自己扛下来。至于和你的联系，她可以全部都推到债主身上。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阿姨带你进了宋家的门，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阿姨为了宋家的家产，指使你干的。文芝，我可以把管家权交给你，我也可以把它收回来。所以不该有的心思不要乱动，宋家的家产只能姓宋。妈，您是误会我了，用人不当，的确是我的错，马上就改正。小青，把朱妈带下去，一会儿报警。我走。妈，我有错，我一定改。但是您老刚才说的那些有的没的，我真的没有那么想过呀。您看看这么多年，我在咱们宋家衣食无忧的，小山他对我也不薄啊，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吃穿用度也从来都没少过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呀，妈，我为什么要那么想呢？妈，我知足，我对咱们宋家，我是充满了感激之的，老公，你知道我的。哭，一天到晚只知道哭，看着就让人心烦。小山，陪我出去透透气。啊。
烂透泪。喂，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那对母女有多能演，两个人一唱一和的，差点把这事儿给圆过去了。埋伏了这么久，能动摇根基不错了。嗯。废工厂那天，伊文涵也去现场了。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伙的。你观察一下，伊文涵跟聂小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配合那么默契？男女之间不过3种关系：金钱、情人和亲人。我查了他们俩的转账记录，没有什么明显的交易痕迹，会不会是情人关系？不像啊。虽然伊文涵喜欢我是假的，但是小斐喜欢你是真的，我能感觉到。那是什么原因呢？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妈，我真不是故意的。你闭嘴！太愚蠢了，怎么能从自己的账上给他们转账呢你？唉，早晚得被你气死。唉，好在现在这个宋之言跟宋珊珊闹翻了，暂时对我们形不成什么威胁。倒是宋芝芝越来越让我担心。原来她很容易受我们控制的。宋芝芝以前明明就是有钱人家任性的小丫头嘛，可是现在她可不那么听话了。那你说现在她这状态，你真的认为她是装的？你呀，就你这20脑子，你怎么办呢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可别让我失望。季白洁还真是个好帮手。男女之间不过3种关系：金钱、情人和亲人。如果不是金钱和情人关系，难道是亲人？芝芝，你不会和家里人一样，都会认为阿姨是惦记咱们宋家家产吧？怎么会呢？阿姨，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这些年你为家里付出了多少，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件事情就怪那个猪妈，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芝芝，你可真是长大了，说这些话，阿姨真暖心。这么多年，阿姨真的没白疼你啊。前2天我还在想，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好，让你误会了，咱俩有了隔阂。你看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来找阿姨说一声呢？阿姨，不是我不说，是我不能说。阿姨，猪妈是您带进来的，如果这个事情我跟您说了，不是把您牵扯进来了吗？
你都不知道，有好多次我都忍不住想要过来找您了。你说你这个孩子是不是傻孩子？以后有什么事情，必须第一时间来跟阿姨说。阿姨，你看这头发都还没干呢，我给您擦擦。好，谢谢芝芝。芝芝，你和易文涵的事情，聂小斐跟我说了。哎呀，这个易文涵也是不值得托付。不哭不哭，快坐下。阿姨，你说文涵怎么会这么对我呢？哎呀，芝芝，不哭不哭，又不是你的错。不过你是不是决定了，真的要和他分手吗？我没想好。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我不打扰你了，阿姨，你赶紧休息吧。好，阿姨坐坐。小斐，小斐，小斐，就差易文涵的了。芝芝，对不起，我错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反省自己。自己送上门了。你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吗？我在我们初次约会的咖啡厅等你。喂，把时间空出来，一会儿跟我出去一趟。通知还是命令？这是恳求，恳求你陪我一起去，行吗？感谢。行，我知道了，地址发我吧。多学着点儿。把地址发我。这个人啊，吃软不吃硬似的。都是我不好，我没有避免这些误会，让我家宝贝芝芝受委屈了。芝芝，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次发生这种事情。相信我，好不好？我要是不相信你，我就不会来了。芝芝，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可是，你知道的，爸爸他一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他觉得你配不上我。
再加上这一次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明白，我都明白。不如这样，全新珠宝最近有个设计大赛，我要是能在这次大赛上拿得冠军，是不是就能向国父跟全世界证明我自己？如果你拿了冠军，爸爸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的。这次大赛我倒是挺有信心的。可是芝芝，你这次也不打算参加吗？我就不去了。那这次的参赛作品，我会帮你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像以前一样帮你。你让我帮你画的画稿。什么你的我的？你知不知道我每一天我都在忍辱负重，知不知道？芝芝，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文涵，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走了。陆小仙，我一定全力以赴的。来，让我送送你。那你注意安全啊！伊文涵，这次大赛就是当众揭穿你们阴谋的开始。看来这宋小姐很喜欢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啊。要真有什么事儿，我就不叫你过来了。不是你跟我说的，不要让我跟伊文涵翻脸吗？我这叫逢场作戏。你拉我入局，却什么事都不告诉我。宋小姐，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合作？我上次给你打电话，你对我这么冷漠，我这不是害怕吗？怕你嫌我麻烦，你还生气。既然怕，那一开始就不应该来招惹我。如果我有别的选择，我也不会找你啊！什么人呢？算了算了，我忍。对不起，我错了。下一次我一定事事都跟你商量，好吗？这还差不多。说吧，宋小姐找我什么事？我这里有3根头发，还得麻烦你帮我做一下亲子鉴定，看看这3人之间的关系。发现什么端倪了？这不还是受到了你的提示吗？金钱、亲情和爱情。等结果出来了，我再告诉你。这可是我们的秘密。宋小姐秘密还真不少啊。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我们去湖边走走。是不是荒漠也有四季？是不是海浪也会哭泣？是不是远在天边的问你个事，我听说宋家仓库里有一批很珍贵的原石，是产自斯里兰卡的高端原石。听说还有故事，你对它了解多吗？故事我倒不知道，但是珍贵确实是。故事不重要，珍贵就行了。宋小姐，如果宋家还有存货的话，我想全都买下来，作为收藏。不过我们公司应该是有专门采购原石的部门吧？这应该属于商业机密，平时我也很少过问。不过呢，
如果要是我的未婚夫，你想知道的话，我倒是可以找人帮你问的。行，监护佳音。不过相对于宝石，我更喜欢它的设计。当然，宝石再好，设计不好一样不值钱。而且我最近对一个名叫安妮的海外设计师特别感兴趣。你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啊？明知故问。冷啊？把衣服穿上就不冷了。你这是干嘛呀？罚你对我不坦诚。你怎么还报复人呢？爸爸，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这一次呢，我要以设计师的身份参加雀冯的珠宝设计大赛。有这个必要吗？有必要呀！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跟吉鸿集团举办的联名比赛，很重要，我必须得参加。我本来这一次想让你代表咱们群星珠宝担任评委，让你作为代表公司的第一次公开露面。有评委不当，你非要去当选手，你怎么想的呢？我得靠我自己的努力，让所有的人都认可我，我要成为你的骄傲。伊温寒，既然你伪装的这么好，那这次大赛我就撕下你伪善的面貌，你背后的一个都逃不掉。搞定。喂，是我最亲爱的未婚夫吗？你在忙吗？白剑，珠宝大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一点灵感都没有，想出来找找灵感。行。别忘了你去宋家的使命。哎，你看这个，它这个色泽像不像斯里兰卡原石？是有点像，但质感可差远了。你怎么对那批原石这么感兴趣啊？没事，随便问问。拿来点别的。你下单了？下。好呢。对。
来吧，让我看看你做的吧。嗯。你只用这2个颜色，就能设计出这么清新脱俗的作品，还不错啊。那你帮我戴上吧。接下来，看看我给你设计的。极简的黑白配色，稳重、深沉，不简单，挺适合你的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不那么单纯，怀揣着不同的目的，相互利用甚至伤害。谢先生，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切都是3天以后预约的。好。待会儿等到你。给我吧。你的参赛作品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请了高人相助，放心吧。哦，对了吧，这件事情是个秘密，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阿姨和小斐。我是想着能够偷偷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行，你就折腾吧。爸，你怎么了？爸，你没事吧？还好送来的及时，但是还是建议做个检查再走。啊，谢谢，不客气。谢谢医生啊。不客气，不客气。爸，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没事，就是最近有点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爸，来都来了，要不然咱们做个全身体检吧？没这个必要吧？公司那么多事儿呢。爸，公司员工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啊！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我每天因为担心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吗？行，都听你的。那个，我这次晕倒这事儿，回头别给家里人说了，省得他们担心啊。这是个秘密。这一次，绝不能让爸爸出事。有人给爸爸下毒。小庆啊，苏小姐，忙呢？哎，还好。啊，我想问你点事儿。平时爸喜欢吃什么呀？我想给他做一顿。太太吩咐过，先生工作辛苦啊，要保持营养均衡，平时的饭菜都是变着花样做的。那喝的呢？哦，对了，太太和小斐啊，每晚睡前都给先生准备牛奶。哦，牛奶，牛奶好呀，对身体好。那是。小斐，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姐，你没看到吗？我要去给爸送牛奶呢。真乖，怪不得爸爸疼你呢，不像我，天天犯错。要不这样吧，今天把这个表现机会让给我怎么样？
姐，你看你说的，就算你真闯祸了，爸也不会真生你的气啊。你忙了一天了，这点小事还是我来干吧。小斐，怎么了？你是怕我抢你风头吗？这怎么能算是抢风头呢？这不都是我们小辈应该干的吗？既然是小贝，那这杯牛奶姐姐喝了。不是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烦人，烦死！喂，白姐，我得麻烦点事儿，明天我给你拿一个东西，你帮我查一下成分。谢谢了。谢谢大家的祝福。谁要跟他结婚啊？真恶心！你当初可是因为他才跟我退婚的。我瞎了。不过我说这个伊文涵确实是厉害啊，真没想到短短几年，群星珠宝国内所有的运营权都被他把控着，怪不得这2年利润下滑的这么厉害。那你参加这个比赛，也是因为他吗？我要通过这次比赛，名正言顺的进入到我爸公司的设计部，坐上设计总监这个位置，把伊文涵给踢出局。再说了，跟你们家联名合作的高定系列的设计师，不应该是我宋芝芝吗？你堂堂一个宋家大小姐，拿个设计总监，也这么难？想要拿到股份倒是容易，但我现在不是想打入到公司内部管理层面吗？我现在倒是发现了，群星珠宝虽然是我家控股的公司，但是集团上面那些老头子没少对我家的事情指手画脚的，他们好像更相信易文涵。那你就努力拿下比赛，这对我也很重要。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宋芝芝出发了，不会睡过头了吧？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哎，叶老师，我很崇拜您，以后希望您多多提携。客气了，在座的都是有才华的设计师，我也很希望能有机会跟大家多多合作。好，一定一定。大家都好好准备吧。好，谢谢易总。
喂，殷勤。喂，老季，这不对呀，这宋芝芝早就出门了。啊？按道理说应该到了呀。你赶紧找找，尽快把他带过来，比赛快开始了。嗯。欢迎各位设计师参加由群星珠宝和季红集团联合赞助的雀逢系列珠宝全国设计大赛，请各位设计师入座。本次比赛正式开始，本场赛事的主题为初恋。各位参赛设计师，比赛时间已经进行到一半，所剩时间不多了，请各位务必要抓紧时间。我们易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看来此次大赛的冠军，易总已经势在必得了。人呢？看见他的车到酒店，但哪都没找着他人呢。这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要不然这样，你先去跟他们负责人说一声，让他把时间往后错一下。毕竟宋芝芝是群星集团的大小姐。不行，他之所以用艺名，没用宋芝芝，就是不想被落下画柄。我去地库看一眼，你在周围再找找。宋芝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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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开门啊！宋芝芝，宋芝芝，宋芝芝，我将会与芝芝一起将群星珠宝推向一个更高的维度。今天我能获得这个大奖，全靠我自己。你没事吧？比赛是不是结束了？你们还是不是赢了？说什么胡话呢？来得及。
是不是宋小姐的？宋小姐的人，这现在才来。是。怎么知道还是来的有点晚了才？还是来不及。我说，是不是这个有点是啊，这一路。芊芊，你怎么来了？我是选手安娜，我是来参加比赛的。可是比赛不到30分钟就要结束了，你不可能完成比赛的。谁说我不可能完成比赛？你都迟到了，有什么资格参加比赛？就是，难道因为这比赛是你家主办的？时间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换人。根据比赛规则，只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内到场并完成作品，参赛的成绩就算有效。确实有这样，参加就参加，这个时间也来不及。看他能设计出什么花，确实就是根本就不够的。主持人，让他开始吧。It is beautiful and magic. I'll keep my dream alive. It is beautiful and magic.3、2、1，时间到，比赛结束，辛苦各位设计师们。好的，在我们礼仪小姐收取完画纸之后呢，我们的屏幕上一会儿会显示我们全场的各位选手的作品。现在大屏幕上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全场所有选手的25幅作品，请现场的评委进行打分，投上您宝贵的一票。那么，评委到底会把他们宝贵的票投给谁呢？我们非常期待。好的，我们的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现场有2位设计师获得了相等的票数，他们就是安娜选手和易温涵选手，鼓掌。好，恭喜2位选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把权力交给我们的评委席，看看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怎么可能打平？你们很明显就是群星珠宝的人，刚才出的题目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我要曝光你们！你少血口喷人了，人家宋小姐的设计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比易温涵强100倍，甚至都能和安妮媲美了。好你个宋芝芝，既然我拿不到，不用投票了。芝芝，这个冠军既然想要的话，我就让你。毕竟我也知道比赛会有很多黑幕。
我不在乎输赢，我在乎的只有你。让给我，黑幕，你难道忘了吗？你初赛的作品就是抄袭我的。如果没有我的话，你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左边的是我高中时期的作品，右边是伊文涵先生初赛的参赛作品。这个相似度一目了然吧？是啊，有点过分了。这是在取消的吧？而且装的还挺像，这肯定是这对我们来说不公平。不要闹那如果了。这么说的话，他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设计师啊。是啊。还有一个消息，伊文涵先生以往所有的作品都是他人代笔完成。我跟易文涵先生之间的交易已经有5年了。当年我母亲病重，急需钱，这些图都是我设计的。这是我当时做的版权登记证书，还有这些，是易文涵向我购买这些作品的版权转让协议，来当做他自己的作品进行发布。你是在诬陷我！你是在诬陷我！画是你抄的，人是你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伊文涵，我宋家待你不薄，你竟然如此道德败坏！从此刻起，取消伊文涵本次大赛参赛资格，暂停公司内部职务，听候调查处理。宋芷芷，这过分了吧？松开！松开！我被宋芷芷算下了。行，我都看见了，挂了。喂，你不是说安排好文涵拿冠军了吗？宋芷芷参赛和拿到文涵抄袭证据的事儿，都在你我算计之外。你不是说他没那么多心思吗？那是之前。小斐生日宴之后，我总感觉这孩子哪变了。那需要我做些什么吗？好好查查吧。我修剪了这么多年的小花，突然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开花结果，我绝不允许。宋芷芷，既然你不听话，就别怪阿姨心狠了。妈，你看这个宋芷芷，她怎么真的和白剑哥在一块了？你闭嘴！这什么场合啊？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阿姨，小斐，芷芷，你怎么和白金一起过来了？这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吗？之前我都没发现，原来白坚这么优秀。怎么样，阿姨，这个惊喜你还喜欢吗？啊，喜欢。
你怎么那么可爱呀？还不是阿姨教的好。哎，这个易文涵，他简直就是个小人，亏我之前这么爱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妈才能生出这样的孩子。那阿姨、小斐，你们先聊，我先过去了。好。你看他那样，有什么好生气的？哼，自己没本事，也别怪敌人太强大。男人可不喜欢怨妇。各位来宾，晚上好。首先，我代表群星珠宝和季红集团，感谢各位参加这次聚会。而且，大赛的冠军由我的大女儿宋芝芝获得。在此，我宣布，芝芝即将进入群星珠宝的设计部，还望大家以后多多支持。宋芝芝的冠军有内幕，来，散开！这不是有黑幕！你散开，放开！调戏了吗？他怎么了？有黑幕！易文涵，这是什么地方能有胡闹？带出去！爸，你这样做，大家只会觉得我心虚。他不是真皮，真是爆，这不是爆。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易文涵，我倒想看看你想说什么。各位来宾，我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要告诉大家。指证别人的宋芝芝，才是真正的抄袭者。抄袭者。左边是宋芝芝本次大赛的参赛稿，右边是国际珠宝设计新秀安妮小姐早期发布在个人主页的随笔《初恋》，两者的相似度高达70%。这好像也做是厉先生，你真是好眼力啊！你仅凭一张作品就说我抄袭，那么我想请问你，身为一个抄袭者，你有什么资格或做什么身份来质疑我的？我早就料到了像宋芝芝这样品行恶劣的抄袭者一定会拒不承认，甚至倒打我一耙。所以今天我带来了安妮小姐的手绘稿，只要大家拿这些手稿去对比，就会发现我说的全部都是真相。来，你竟然连这种东西都造假！这些话怎么会是真的？你怎么会有这些画稿？当然是安妮小姐亲自给我的了。不可能，因为我就是安妮。啊！我说就是安妮，不可能！哎，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就是安妮。本来我还想给你留一分颜面，没想到你这么厚颜无耻，那我就不客气了。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安妮小姐。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各位，让我们有请安妮小姐。从来不露面的，就是没他提过来。我也很，你怎么说他的是？安妮小姐，真的特别好。是啊，这就是安妮小姐，就是。今天要不是伊温涵先生邀请我来观赛，
我还不知道有人胆大妄为，冒充安妮。你到底是谁？各位，这是安妮唯一认证过的海外社交账号，她的画稿以及新品都是通过这个账号进行首发的。哦，这个账号我知道，这个账号他平时发作品，真的假的？挺火的呀！知道了，他就是真的假的？安妮从不想抛头露面，但没有想到如今抄袭和造假如此猖獗，不得已只能用这种方式自证。宋芝芝才是假冒的，肯定是假冒的呀！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真好意思，宋小姐，不要这儿了。还在这儿好成绩，太丢脸了！要是拿出点证据来，就是说，你干嘛？这条手链真的很衬你。你这话什么意思？新婚快乐！这条手链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这枚戒指是你的回礼。安妮，是你，我们终于见面了。这位呢，是 Selina， 是我海外账号的代理运营。大家好，我可以证明，我旁边的宋芝芝小姐就是真的安妮。安妮呀！怎么可能？这些年我们都通过互联网联系，也没有真的见上面。几天前，易文涵通过互联网私信安妮的账号，说有人冒充安妮。为了不让安妮的名誉受损，我必须出来打假。但没想到，宋小姐不是冒充的，她是真的安妮。是这样。一件可是一场误会。没想到，我也是。安妮，刚刚在门口，易文涵说，为了加深打假的力度，让我自称安妮进场。他还给了我一张卡，这里面有100万。对不起，我不应该答应他的。现在这笔钱由你做主。既然你这么慷慨，那这笔钱我就收下了。我会拿这100万捐给国际珠宝基金协会，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给广大的消费者们打假。宋芝芝，谢谢喽。哎，不过今天当众打他们脸，真的是大快人心，真爽。演得不错。这次比赛，我会故意模仿安妮的画风。伊文涵这个小人必然会怀疑我，我还刻意让他顺走了我的设计稿。以他的性格啊，他肯定会大做文章。你这招行啊，引火上身。我这不叫引火上身，我这叫引蛇出洞。哥，你在设计世界辛辛苦苦打拼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声，这下好了，
全让他给毁了。谁能想到他是真的爱你？我今天居然自己打了自己的脸。可是为什么呀？世界上那么多男人，他偏偏跟我抢白剑哥。啊，他就是见不得我好。可是凭什么呀？凭什么他能这么轻易的毁掉你的事业，还有我的爱情？哥，这事儿你能忍，我可忍不了。忍不了又怎么样？妈说了，让我们最近别轻举妄动。可妈还说今天这事她调查了呢。那你看现在这样，让你这么丢脸，妈有时候说的也不一定全都是对的。对了，你上次给我的牛奶样本出结果了，牛奶没有任何问题。牛奶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啊？我爸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他血液里面有一种慢性兴奋剂，如果长期食用的话，有非常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导致成为植物人。我原本以为是牛奶里面的问题，可是怎么会？你上次让我检测的头发样本也出结果了，结果显示说，聂小斐跟易文涵还有聂文芝没有任何关系，但易文涵跟聂文芝是亲子关系。他们是母子？所以你到底在怀疑什么呢？哥，我现在只要一想起来宋芝芝以前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样子，我气儿都顺了。你想不想让事情恢复到正轨啊？我有个办法，可以让她真正成为你的女人。我的女人。我怀疑他们三个对我家图谋不轨，并且在我爸的牛奶里面下药。我本来想拿着牛奶的鉴定报告当做证据给我爸看，但是事情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果然是当局者迷啊！你拆穿他们有什么用啊？你是想告诉所有人，聂文芝跟易文涵是亲子关系，让他们母子相认吗？还是说你想证明聂文芝跟聂小斐是领养关系，然后去证明聂文芝的善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能轻信任何人，往往是你最信任的人可能会伤你最深。季白剑，还好我们两个是战友，而不是敌人。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动摇我爸对聂文芝的信任，这样这张鉴定报告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是白纸一张。但聂文芝布了这么久的局，城墙稳固，想破不是一日之功。那如果我一天拆一块，时机一到，岂不是一推就倒？你出来，我们这一局吧。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宋芝芝的所有信息都要核对清楚？我也没想到宋芝芝竟然就是安妮。宋芝芝身边多了一个季白坚，对我们以后的计划影响很大。知道了。哎，文芝，咱们找老纪聊聊。好。真没想到你就是 Annie，
对啊对啊，那殷文涵真是个渣男。所以说，女孩子一定要擦亮眼睛。干杯！真太厉害。姐姐，我们谈谈心吧。啊，我先失陪一下。姐，你来啦。小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就是很好奇，你最近为什么突然不喜欢温涵哥了？你以前不是最喜欢？以前我不谙世事，现在我不会了。可是他对你一直都很好啊。他对我好吗？对啊，他一直对你都很好啊。芝芝，小斐，温涵哥，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小斐，我们下次再聊。哎，姐，你别生气啊。过去全都是我的错，我是真心跟你道歉的，以后我不会再纠缠你。让我们喝完这杯酒，忘记过去一切的不开心，好吗？对啊，姐，你就原谅温涵哥吧。嗯。你少喝点儿。干杯！干杯！忘记，殷文涵，你拙劣的演技让我觉得恶心。哎，芝芝，芝芝，哎呀，姐，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那我陪你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吧。